嗨，大家好。之前的视频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中印双方激烈对峙的班公湖和中国疑似的机场，尤其是近期传出歼20进驻的新疆和田机场。那么中国方面说了这么多，印度在中印边界的军事部署又是怎么样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我们先从距离中印边界线最近的几处机场说起。说起近，如果说新疆和田机场距离中印边界200多公里算近，或者说西藏阿里昆沙机场距离边界80公里，是中国最近的一个机场。那么这个距离放在印度人眼里，那可就太远了。印度人所谓的近，将超出你的想象。我们来看地图，我在地图中标注了印度距离中印边界最前沿的几个机场，一共4个。我们切换到地图模式，看这4个机场的确距离边界非常的近。首先从最北边来看，这个机场之前视频提到过，叫做斗拉特别里奥蒂，简称 DBO， 是从列城出发，经过什约克河战略公路抵达的最终目的地。该机场海拔5312米，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军用机场。这个 DBO 机场的对面就是中国的天文点哨所。我们来看一下它距离边界到底有多远。经测算，直线距离大约为10公里左右。DBO 这个印军机场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是印军前出我国阿克塞钦地区的重要据点。当然，这里修建的机场是野战机场。至于野战机场是用来做什么的，我们稍后再讲。接下来再向南就是第2个机场。之前视频也提到过了，就是楚舒勒机场。看地图就知道，这个机场上面全是沙土，当然也是野战机场。楚舒勒机场位于班公湖南岸，当然目的就是为了控制班公湖南岸的印军据点，并与实控线对面的中国普洱楚边防连形成对峙。如图可见，这个机场距离中印实控线 LAC 就更近了，只有1.74公里，而中间1公里处就是印度的前沿哨所。这个班公湖南岸就是前段时间印度公然越界，双方爆发冲突并首次鸣枪的地方。这里的战略形势之前的视频已经详细介绍过了，这里就不再多加赘述。再向南来到尼欧马机场，当然有些中文媒体也将其翻译成诺马。但不管怎样，这个尼欧马机场几经翻修后已经可以起降固定翼飞机了，而且临近周边2个人口较多的镇马埃和布什，规模很大。印度空军已决定将该机场扩建成为一个空军基地。尼欧马机场海拔4053米，虽然距离中印实控线大约20-30公里远，但如图可见，它上可以支援楚舒勒，下可以支援福克彻机场，可以说是班公湖南岸最重要的战略腹地。最后就来到最南端的福克彻机场，有的也翻译成福车。这是一条长约3000米的简易土质跑道，跑道宽度为50米，谷歌地图中一搜就可以轻易找到。如图可见，一条长长的土质简易跑道，但是没有任何飞机。从地图上看，这个机场距离中印边界就更近了。那么到底有多近呢？我们来量一下，如图只有150米。印度的机场可以说没有最近，只有更近。那么班公湖南岸既然已经有了2个机场，印度为什么要在福克彻再建一条机场呢？我们将地图缩小，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之前给大家介绍过3条线：传统线、主张线和实控线。注意，红色的实控线和绿色的印度主张线在最下面汇合到了一起。按理说，再往下2线重合就不应该再有争议了。但是顺着这条线向下没多远的地方又分开了，右边为印度主张线，左边为实际控制线。谷歌地图将其画成了虚线。我们知道，只要有虚线就必有争议。没错，这2条虚线围起来的区域就是中印另一个争议之地——巴里加斯。这个巴里加斯了解的人不多，网上自媒体介绍的也比较少，这里就多说2句。巴里加斯是中国固有领土，面积约为1900平方公里，隶属于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扎西岗乡的点角村，位于扎西岗乡境内的西北部。当然，印度自然称巴里加斯为它的领土了，而且也不叫做巴里加斯，而是以其中的一个地名迭木绰可代称整个地区，为其拉达克列城线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巴里加斯现在中印双方是个什么形式呢？如图，我在中间画了一条绿线，整个巴里加斯以绿线为界，西南部分约450平方公里，现在被印度控制。换句话说，本来最左边的实控线现在移到了绿线。没错，实控线是可以移动的，这也是为什么印度喜欢一点一点蚕食的原因。解放军在1962年自卫反战时，曾经收复了这450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时至今日，印度又蚕食到了这里。我们看到绿线最右边有个尖尖的位置，这里就是地图上可以搜到的印站迭木绰可。我们将地图放大，可以清晰地看到，与迭木绰可隔河相望的就是中国的点角村。我们切换到卫星地图，
看到中间呈国字形建筑的就是中国的点角村，下面还有一个中方哨所，双方以点角河为界。其实点角河两侧本来都是点角村，只不过这个村落被印度一口咬掉了一半，变为现在的一村两国。现在中国一侧的点角村共有51户、171人和2个作业组。如今点角村的村民全部住上了2层现代化楼房，这是村民新居的入住仪式。注意中间陕西援建4个字，感谢陕西省。除此之外，点角村还建成了村委会办公楼、村民活动广场、篮球场、街道路灯，还有一个垃圾填埋场等基础设施。而且村内街道的绿化、亮化也实现了全覆盖。注意图中这个太阳能式路灯在内地的城市中是很难看到的。这些供电设施为每户牧民家里提供150瓦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而且还实现了户户通水，手机移动网络和邮政全覆盖。当然，这些看在一河之隔印控点角村民的眼中，心里自然百般滋味。印控点角村实行军管，简单来说，村民要修个厕所、换个灯泡，甚至放个墓，都要经过军队的允许。而印军的办事效率又极为低下，这样就引起村民的诸多抱怨。据印度媒体报道，印控点木错克村的村民一面抱怨自己村缺乏道路、通讯、电力、配给等基本生活设施，一面又指着一河之隔的中国点角村说：“瞧瞧对岸中国人住的是什么？都是2、3层的楼房了。”甚至有村民直接拿出手机授给记者看，一开手机就自动连上了中国的网络。没办法，一边住着几十年来一成不变的毛坯土房，一边已经住上了宽敞明亮、配套齐全的花样楼房，心里自然五味杂陈。好，说了这么多点角村，那么这跟之前介绍的福克彻机场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看这幅图，将图放大，看到一条路，我们顺着这条路一直向北，看看能找到什么。到了它的尽头，看到一条白色的跑道，这就是刚才提到的福克彻机场。换句话说，福克彻机场降落的飞机把军用或民用物资、装备和人员通过这条福克彻迭木错克公路运抵整个巴里加斯印控地区的最前沿迭木错克村。大家不要小瞧了这个村落，它是中印西段漫长边界线中唯一一个有人居住的边境村，而印度更是在这个边境村落上建起了碉堡。我看到很多媒体报道，印度的碉堡已经建到距离中国点角村650米的地方，这个其实不太准确。我大致测量了一下，距离村边650米处刚好是印控村落的边缘，这个地方不太适合修建碉堡，距离这么近也非常容易被对方端掉。其实印军的碉堡是建在村落后面的这座山上，我们爬上这座山顶，看到上面有个印军哨所，而在山坡之上，印度的确是修建了很多的军用碉堡。这个山顶是该地区的一个制高点，从山顶向下望去，整个点角河两岸的村落全都在印军的火力范围之内。可见中国一侧的点角村及其171位村民在巨大的生命威胁之下，矗立在中印边界的最前沿。不知道是否有中国的驴友朋友到访过这里？好，那么问题来了，印度为什么要3番5次侵蚀到这里，甚至不惜将中国的村落一分为二呢？如图我们看到，中印对峙中间的点角河向右与另一条河交汇，这条河可是大有来头，中国称其为狮泉河。而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这个狮泉河就是《西游记》中师徒4人历经998逆难之一的通天河。哎，沙师弟，这不是你老家流沙河吗？啊？这不是流沙河，是通天河。啊，原来忘了问呐！当然，这是小说，现实中的狮泉河还有另一个名字，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印度河。没错，中国的狮泉河刚好就是整个印度河的最上游。印度侵入巴里加斯地区，目的正是为了这条印度河。这条河被称为印度河，印度自然认为这是自家的河流喽。但是滑稽的是，这条所谓的印度河不仅上游发源于中国西藏冈仁波齐神山的狮泉河，不属于印度，而且其下游也是绝大部分经过巴基斯坦境内，而最终流入阿拉伯海。只有几条支流经过印度，但不管怎样，印度在这几条支流上修建了多处水坝，用以灌溉北方的农田，也的确具有战略价值。所以印度河的上游掌握在中国人手里，这印度人怎么能安心呢？所以控制狮泉河才是印度最终的目的。那么中国是否能通过切断狮泉河的水源而达到遏制印度的目的呢？其实还真的没那么简单。首先，印度河主要流经巴基斯坦境内，可以说是巴基斯坦的生命之河。
截断水源，误伤巴铁兄弟，中国自然不会出此下策。其次，即便中国在上游世间河处将河水截断，下游也不会断水。原因在于世间河离开中国西藏后，依次流经喀拉昆仑南部地区、北印拉达克和巴基斯坦北部吉尔吉特巴尔的斯坦省。在这片区域，什约克河、辛格尔河和吉尔吉特河将大量的冰川融水注入印度河里。另外，再加上喜马拉雅山南麓丰沛的降雨，即便源头断水，印度河也不会枯竭。所以，中国想以河制印，单靠狮泉河断流还真的办不到。但印度人哪管这些？中国人控制了狮泉河，犹如悬在印度人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总归不心安。所以，印度人不断向着他们所谓的自己的河流前进着。时至今日，整个巴里加斯境内的狮泉河绝大部分已变为中印边界，而中国只剩下其中一小段还能完全控制。而对峙的最前沿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点角村。好，印度在中印边界的最前沿布置的4个军用机场就介绍完了。但刚才也提到了，这4个机场全部都是简易土场，那么它在战时能堪大用吗？我在之前介绍运20的视频中给大家介绍过，世界很多军用运输机，包括一些中大型运输机，其特殊的起落架和轮胎设计是可以在条件较差的土场和草场起降的，例如中国的运20、美国的 C-17、C-130、苏联的伊尔76和安32等等。刚巧这些美苏装备印度刚好都有，其中以安32最多，这是前苏联专门应印度空军的需求，在安26的基础上为应对高原起降性能而研制的改进型号，为双发涡桨军用运输机。印度共购买了125架，现在仍在使用的是105架，是印度空军运输机的绝对主力。相对应的，印度还有一款美式装备 C-130，为4发涡桨运输机，共59架。更大一点的就是俄制伊尔76，共17架，和美国的 C-17环球霸王11架。之前在介绍大运的时候，已经介绍过这些运输机的特点和性能了。它们在以上提到的4个土制简易机场起降是没有问题的。那么除了运输机之外，战斗机能在这种土场起降吗？原则上，世界各国绝大部分的主力战斗机都是不能在这种条件下的机场起降的，但是有一款除外。而刚巧印度刚好装备了这一款，是什么呢？那就是米格29。如图，这是米格29，我们看到下方有2个很大的发动机进气口，而世界绝大部分战斗机的进气口也都安装在这个位置。战斗机之所以无法在土场起降，就是因为起飞时发动机进气口会吸入大量的沙尘和石块，发动机叶片经过沙粒撞击会受到损伤，而且会造成系统性故障，严重影响发动机的使用寿命。而战斗机的起落架和整流罩设计也不是用来在土场起降的，最差也是高速公路那种路面。而米格29的设计刚好可以弥补这个缺陷。如图，米格29在土场起降时，为防止异物吸入，发动机的进气口是可以完全关闭的。那么如何进气呢？如图，在其一根前缘延伸板上方的网状栅栏活动进气口会自动开启，引擎就能从这个地方获得所需要的空气了。但这种设计也有个缺陷，就是辅助进气口占据了机身的空间，油箱容积就会大大缩小，导致早期型号米格29的作战半径只有600公里。不过当时苏联考虑的是，在战时固定机场都会被迅速摧毁，米格29只能使用野战跑道起降，并且因为野战机场可以修建得很靠近前线，这样就能弥补米格29的短腿缺点，因此允许了这个设计。而这个设计刚好也适用于现在的印度，这就是为什么它的野战机场建得如此靠近中印边界的原因了。印度现有共59架米格29，而在今年6月中印爆发加勒万河谷冲突后，7月印度又立刻向俄罗斯新购了21架米格29。此外，印度还有227架的主力战机苏30 MKI 和71架幻影2000，另外从法国新购的阵风也到了5架。这些飞机就一起构成了印度空军现在当打的战斗机主力。好，本期视频我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印度在中印边界的最前沿布置的4个军用机场和其背后的原因和目的。此外，在距离边界不远的印度腹地，印度还修建了密密麻麻、大大小小的几十个机场，包括军民两用机场、空军基地和野战机场，并且不止边界西段，包括中段、西金段和中国藏南地区周边也都修建了各式各样的机场。而且不仅仅只有中国，它的其他邻国皆是如此，包括巴基斯坦、尼泊尔、锡金、不丹还有孟加拉国，对印度无不怨声载道，实实在在的南亚小霸王。印度对周边国家频频的小动作
和中国“一带一路”的大战略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关于这一点，我们下期视频再来介绍。好，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